越战爆发不久后，美军正式向越南派遣部队，并且带来了最先进的武器，包括最为先进的防空武器 MIM-23 英式导弹，防御北越空军的米格战斗机以及 M163 威斯高射炮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款原本上美军计划退役的防空武器，也在越战中大放异彩。这就是美军的 M42 清道夫防空炮车。虽然它是为防空而设计，但在越南战场的大多数交战中， M42 炮管平射对地面目标开火。它的高射速双管火炮被证明对敌方步兵具有毁灭性的打击，敌方步兵称其为火龙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款被称作清道夫的 M42 防空炮车和它在越战中的那些故事。美军在大部分的战争中占有相对空权的优势，因此对野战防空一向没有那么重视。M42 防空炮车研发的原因也不是来自实际战争的教训，而是美军在朝鲜战争后决议淘汰 M24 轻型战车以及使用该车底盘的一切衍生车种，因此以 M24 底盘而研制的 M19 自走防空炮车也需要退出服役。M19 的防空炮座被移植到研制中的 T37 与 T41 身上，构成了新款自走防空炮车。原型车分别称为 T141 及 T141E1。虽然 T141E1 上装有射控雷达，可提高防炮命中率，但美国陆军决定采购便宜且技术较简单的 T141，并于1953年10月正式采购。但早从1952年起，通用汽车便开始生产 M42 防炮车。该自行高炮使用了 M19A1 的炮塔和 M41 轻型坦克的底盘，这种底盘具有良好的越野性能，因此在泥泞的道路上也有不错的行驶能力。M42 的车体分为3个舱室，前部是驾驶舱，左侧是驾驶员，右侧装有无线电，中部有12个主炮弹药箱，后部是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备用发电机和油箱。该车规定有6名成员，分别是驾驶员、车长兼通信员、炮手、观察员、装填手2名，其中炮手在炮塔左侧，观察员在炮塔右侧，装填手在炮塔后方。实战时常是4人车组。M42 自行高炮的炮塔是半敞开式的，可以360度旋转，这样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可以拥有良好的视野。驾驶员和无线电源位于车体前部，其余4名成员位于炮塔内，发动机和传动装置位于车体后部。主要武器由双管40毫米机关炮，火炮的俯仰和炮塔的旋转均为电动式，火炮的高低射界为-3到正85度，方向射界为360度，手操纵时的俯角可增大2度。单炮的理论射速为每分钟120发，配用弹种有夜光穿甲弹和夜光榴弹，弹药基数480发，传动装置为液力机械式变速箱，采用扭杆式悬挂装置。我们来看看 M42A1 的具体参数。重量 24.8 公吨，长度 5.82 米，宽度 3.23 米，高度 2.85 米，操作人员4到6人，装甲9到25毫米，发动机大陆汽车 AOSI-895-5 空冷4行程水平对卧6气缸增压喷射汽油引擎，作战范围160公里，速度 72.4 公里每小时。M42 防空炮车配有一门 M19A1 炮塔，炮塔含双管40毫米 M2A166 倍镜快炮，可用于低空防卫，亦可对地面目标进行高射速火力射击。另配有一挺勃朗宁 M1919A4 7.62毫米中型机枪，用于自卫战斗，有效射程5000米，最大射程8000米。1956年起，美军将 M42 生产线更换为 M42A1， 主要特点为使用喷射注油提高动力的改良型引擎，其余部分未变。后来由于美军评估未来师级野战防空不可能由防空炮车承担，师级防空武器开始以 MIM-23 英式导弹取代。M42 产线在1959年12月停止，停产时已经生产了3700辆 M42。美国陆军的 M42 防炮车在1963年全数除役。随后越南战争爆发，而美军配备的霍克防空导弹低空性能很差，英式导弹的低空搜索击杀性能也不好，于是军方重新启用了 M42 自行高炮。美军在越战时曾组建3个自走防空营，约200辆的 M42A1 部署在机场及野战防空任务，但实际上由于美军的空中优势越来越强， M42 型自行高炮的防空任务非常少，反而对敌方步兵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在越南战争期间，由于茂密的植被、复杂的地形和大规模步兵的使用，使得精确的使用武力相当无效。相反，压倒性火力往往是一种更有效的战术。凭借其强大的武器， M42 完全适合这种类型的战争，成为了防御的关键工具，并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为军事设施和基地充当外围警卫。由于当时防空导弹的性能有限，在越南地对空导弹在低空的效果下不如预期的那么好，
因此 M42 被部署到前线，以补充防空导弹的火力空白。M42 被部署到美军越战的3个防空营中，并由车载4连装.50机枪支援。M42 部署的军事基地外围位置非常优越，能够很好的利用双管火炮进行防御。在面对步兵攻击时， M42 能够提供的火力、射程都是压倒性的。40毫米炮弹可以使爆炸和炮弹碎片覆盖整个区域，从而消灭该地区聚集在一起的敌人步兵。除此之外， M42 和.50机枪相互补充，形成了严密的火网。虽然两种武器都有一些缺点，但是可以相互弥补。例如，40毫米炮弹的引信非常敏感，可以由越南丛林中的茂密植被提前触发，但.50口径枪则不受影响。此外 ，M42 无法与距离105米以内的目标交战，但.50机枪可以。另一方面，40毫米炮弹的破变也非常有效，可用于间接射击。它们对汽车和卡车等软皮车辆也特别有用，这些车辆很容易被炮弹所摧毁。由于最大航速可以达到每小时72千米，所以 M42 自行高炮伴随车队作战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在美军运送补给的时候，它通常会提供护卫，而偏远地区的阵地则用4连装勃朗宁重机枪来进行平护。M42 型的供弹装置采用手动装弹的形式，可以依靠前方观察小组提供的数据，对一线部队提供歼瞄火力支援。M42 使用的40毫米伯福斯炮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火炮，无论是在车辆上、飞机上和舰艇上都能够看到这种火炮。虽然 M42 早已退役，但它使用的伯福斯40毫米炮则老而不衰，从投入使用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的时间了。伯福斯40毫米炮依然在许多国家军队里服役着，在越南泥泞的道路上 ，M42 型自行高炮也能够畅通无阻。依靠这种当初被视为过时的装备，美军在越战之中成功地化解了对手的多次伏击。1968年7月4日，在越南西山的西山基地撤离期间，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 M42 自行高射炮撤离。由于在用于打击越军部队的时候有良好的效果， M42 被美军士兵称为清道夫。越战之后，这些自行高炮又再次离开部队，被送往了国民警卫队。或许因为这段经历， M42 一直服役到1988年，最后一台 M42 型自行高炮停止使用。自1958年起，台湾陆军陆续接收了290辆美国援助的 M42 自行高炮，配发师属防空炮连与海军陆战队，用来取代 M19A1 自行高炮。台湾的 M42 使用至1998年，才被 T82 双联高炮和复仇者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取代，陆续退役。但因陆军野战防空导弹数量不足，仍有部分 M42 在军团所属的炮兵群下的防空营使用，直至2012年前后才退役。而马祖等外岛的 M42 则到2017年才陆续退役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即可收看最新视频，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